欢迎来到大家测验论。今天 YYP 带大家来玩水，看我身后是一个水池，我们要在这里开船啊！大家知道我是个试车老手啊，车什么没开过20多年，但是船真的是没开过多少啊。但好在呢，今天其实我们也不是开船，我们还是在这开车啊！你没听错啊，我们要在这个水池里面开车。开什么车呢？啊，大家看看我今天穿来的衣服。我们 View on Views 最新的遥遥领先款啊！大家如果猜到我们要开什么车呢，可以给大家3秒钟时间在弹幕里头刷起来哈！告诉大家，当今地球上只有一台车是可以做到在这样的环境里头正常行驶的，就是它。没错，应该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啊。仰望 U8 它有一个非常创新的应急浮水功能。这台车我们自己也定了，但还要1-2个月才能提到车啊。提到车之后，可能我自己也未必会有机会开到水里。但今天呢，厂家自己摆了一个局，邀请了很多媒体啊，那包括我们呢，先把整个场地都独家包下来，我们可以仔细的、深入的来体验一下这台车它的应急浮水到底是怎么开、怎么玩，是一种什么体验。所以闲话不多说啊，我们赶紧来看一看这台车到底怎么下水。在下水之前呢，我们首先呢很快的急速了解一下仰望 U8 到底是如何实现它的这个2栖能力的。我姑且先把它叫2栖能力啊，实际上呢，它是有很深的设计逻辑在里头，但是它确实可以在水里面行进。那首先你看，它就是一台正常的车，一台正常的 SUV， 它不是一个船哈，它这里呢是正常方方正正的，它底下也没有像船那样把整个车顶密封起来，所以这台车它需要针对下水的时候做很多额外的密封性能的提升啊。最基础的就是这个车门啊，车门这些胶条啊，这些胶条它必须要比平常的胶条要有更强的密封能力，因为一会儿下水之后，大家会看到那个水基本上能够漫到这个地方来，所以这个底下必须要确保这个车不会进水啊。厂家说呢，它可以做到30分钟在水里面浸泡着，这个车是不会进水的。那同时底盘的各种部件，包括发动机、包括电机、包括各种的电控部件，全部都必须要在水里面长时间浸泡，而不能进水，不能影响它们的性能。所以这是第一点啊，密封性。第二点，进了水之后，这车怎么行进呢？大家看到，这就是一台正常的车，它只有4个轮子，它没有那些什么桨片啊，在这个后面呢是没有螺旋桨，也没有什么推进器哈，真的没有哈。它在水里面的动力完全是靠4个车轮的转动来实现那个涡流，用涡流带着这个车行进，不仅能够前进，还可以控制方向。为什么能够控制方向呢？它不是靠这个前轮这样转去控制方向，这个下了水之后没有多大作用，它是靠意式方的这个4个独立电机，4个不同的独立的转速控制，来让这个车在水里面呢可以产生不同方向的涡流，从而控制它的转动啊，这就是它的密封和行驶的原理了啊。原理说完了，我们现在就上车了。啊，这个功能呢是要手动去打开，在意式方里头打开这个涉水模式啊，就你看到前面是水，你就打开涉水模式，然后它的激活呢是被动的，就这个浮水功能是被动的，涉水涉到一定深度之后，超过1米深啊，它就会进入浮水。我们已经下水了，我现在感觉到这个脚底已经有那个咕隆咕隆的水，好，现在已经900多毫米。超过1米的深度了，哇！你看那个车头，你看车头，这个引擎盖现在插到水里，好，现在引擎盖的一半跟这个水面是完全持平了。然后天窗会自动打开啊，天窗是一个应急的功能，它要给你去逃生啊，所以天窗会自动打开。如果下雨怎么办？下雨的话可以手动关哦，可以手动关闭的哈。然后大家也看到，我们现在包括驾驶的工程师跟我都是没有系安全带的，因为这个功能它是不需要你系安全带啊，因为随时人要逃生。车机屏幕现在是当前水位高度啊，超过1米深了，1.2、1.3米深。
这个是通过后视镜有2个超声波的传感器，它能感应到把超声波打到这个水底，能感应到这个水有多深。但很肯定的一点是，这个水池是足够深的我们现在这个车4轮是悬空的状态，然后现在是在直线行驶，行驶的速度，这个车在水里的速度是时速3公里，3公里其实也不慢的再想想自己在跑步机上面跑那个步速3的时候，其实也不慢。能不能演示一下这车的机动性就它的转弯能力怎么样在水里面？掉头，你看方向打起来打死，你现在是用油门来给它掉头，这个动作就跟漂移甩尾一样要反打方向吗？真的跟漂移一样。现在这个车就是慢慢要挪正这个方向。当然如果在真实的环境里头，我们是绝对不鼓励大家说下来之后你还往前行驶这个几十米的距离，然后走到水中央再来掉头。我们是一下水马上就要掉头就要回去，这样是最安全的做法。那现在呢，这个车就是处在一种前行的状态了，再加上刚才我们转完弯之后呢，这车其实是有一点点左摇右晃。其实我刚才在岸上看的时候也是看出来，车有时候会左摇右晃，毕竟它是个很高的车，它是个方盒子，它不是一艘船，它没有那个船的那个船底的那个稳定的那种状态。怎么样，好不好玩？告诉你一个更好玩的，我们开窗来。我们开窗这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水深它有多深Hello， 看到吗？你看，真的离这个门就只有20公分的高度车头这里更高，这个水位。欢迎来到大家言论欢迎来到大家传言论，怎么样？是不是应该给中国车点一个1键3连赶紧点，赶紧点。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现在前面有个涡流，后面也有一个涡流。它是靠这个车轮的转动来控制这个车前行的，不是说有什么推进器这些东西而且前后轮或者左右轮不同的转动的速度和不同转动的方向就可以控制这个车的在水里面的前行的方向。哇，好神奇这个感觉！回来！你看它一给油，那个涡流就很大，你看。你看，我们再掉一个头原地掉头。我在岸上也看到这个车原地掉头，它占用的空间非常小，基本上就是原地掉的，它不是说要一个半径这样去转个圈，它就是原地这样转过来的，就是比车长稍微长一点点。然后车头现在是略沉下去的工程师跟我说其实最理想的状态还是能够平，所以他们现在在开发一些新的技术，看能不能让这个车下水之后能够平起来还有就是电量这个车其实是目前的版本是需要30%以上的电量才能够激活这个应急浮水功能如果电量太低的话，它怕你下了水之后万一完全没电了，那会非常危险这个我也给他们提意见了，我说既然是个应急功能，其实最好是无论你多少电量都能够让用户用那么哪怕是1-2分钟的时间。我发现在水里还挺费电的是水里面在水里比在陆地上要费电很多，就是水里面其实电机是处于很高功率的输出，是它那水里面的阻力比较大在水里能用倒档吗？可以用就如果停住，我想要后退的话也可以挂档也可以然后发动机在水里是绝对不会工作的，不会工作，也是关掉现在感觉到前轮已经有点附着力了，有点好像已经触到那个水底了我觉得这也是车头有点朝下的好处，它有点重量压下去回到陆地上啦。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就真的置身这个车厢里面的感觉很神奇的，潺潺的那个水流声，咕隆咕隆那种声音，在这个下半身的位置是在环绕着，但是呢，这个车又完全密封，里面完全是干爽的，所以你就坐在一个非常高级、非常豪华的一个船舱里头，就这种感觉这时候我们下车看一下，也很壮观了你看下面。哇，水帘洞那这个水呢，它不是从车厢里面流出来的，车厢里面绝对是干的这个大家可以放心。那这个水呢，实际上是从这个车的底盘、车身这些门门壁板这些里面它在橡胶条以外的部分，它在下水的时候会灌进去很多水，然后这些水呢就会
从这个地方要流出来，要把它流光也要点时间的，基本上要几分钟的时间才会流光。刚才工程师告诉我说，其实我说的那个密封还不够极致，他们现在是发动机的进气管是有一个阀。进了水之后呢，这个阀会关上，当然空调也会自动切换到内循环，内循环之后，空调的那个进气管也是有一个阀的，然后还有就是排气管里面其实也是有一个阀的，所以进了水之后，这个水是不会从排气管里头倒灌进去的。刚才我发了个抖音啊，有一个评论说你们这个肯定是作弊啊，拿这个胶条把这个发动机舱全都密封起来。老大，你那个汽配厂这5金市场买的胶条跟这种胶条能比吗？你看看这个发动机舱的情况，它里面其实全都泡水里了，它根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防止水进去，这里全部是通透的，所以这里面全是泡水里的，所有东西都得做到很高的这个防水等级。然后还有进气气管，这个是最重要的，进气气管不能进水。然后这个发动机所有东西都是防水的，因为它防水能力很强，所以泡完水之后，你也可以拿那个高压水枪喷啊。工程师说是可以的，本身它防水能力就很强，牛的哈。这都是湿的，你看，全都是湿的，全都是湿的。就所有你看到这些东西都可以泡到水里，再拎起来还能正常工作。是不是把人家想简单了呀？就为了这个浮水功能，其实这台车它要开发的这种附带的技术还是蛮多的。好的，在我们这么兴奋雀跃的体验完过后呢，就来到我们沉闷又严肃的科普时间了啊！我想要把一个重要的信息传达给大家，就是刚才我们体验到的这个仰望 U8 的应急浮水功能，它是一个应急安全功能啊！我看到很多朋友在社交媒体问我说：“哎呀，这个功能能不能到景区去体验啊？能不能买了这个车的朋友带我去体验一下啊？”其实答案就是不可以啊！厂家已经明确说了不可以因为这个功能呢，它就跟安全气囊一样，是一个应急功能，它是用来救命的，它不是用来玩乐的功能啊！这个功能现在如果你是仰望 U8 的车主，你动用过这个应急功能它是被动的动用的嘛，就你可能在城市里面遇到内涝，开进一个隧道里面结果发现这个隧道贼深，然后你进去涉水功能打开，但是进去之后呢，它只要自动激活过浮水功能，你的车的仪表板上面就会亮出一个红色的警示语，就要你回 4S 店去重新检测，你必须要回去检测也就是说这个功能呢，你只能用一次，用完一次之后，这个车就进入到一种叫做检修状态，就不能正常使用了。那回 4S 店他们会给你检测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检测发动机的进气管道有没有一些杂物在里头有没有进水就最怕就是发动机进水。那第二个就是检查一下周围的这种线束接头等等这些硬件要检查，同时软件呢也要再去检验一下这个软件是否可以正常工作。所以我认为这个是非常赞的，这是厂家做的一个应对那些贪玩的用户做的一个防护措施。我觉得这个整套逻辑是非常非常对的同时它这种功能大家会说你不让我经常用，那我花这么多钱买它，包括工程师花这么多的精力去做这个功能，意义何在呢？这个意义就是用来救命，就像安全气囊，就像我们现在遥遥领先的那个卫星电话的功能，是吧？你可能一辈子都不用卫星电话，但是你只要用到1次、2次，它就值回票价了。这也是我们技术开发的一个很重要的理念，以人为本，以生命为本生命是最重要的，所以值得我们为了保全人的生命和财产去做一些更加重的投入。这个投入可能要在开发上，要在制造成本上投入很大的力量。包括这台车其实为了做到整体的密封性能比亚迪的工程团队也说，他们历史上就没有过这么高要求的制造精度的这种要求，因为你精度要很高才能保证这个车下水它不进水当然即便是精度高他们也说了，这个跟车况还是有关系的，可能你的车经常去翻山越岭，然后2年之后这些缝隙大了以后，它可能也没有这么好的这种密封性能了，所以都很正常大家不要把这个功能看得非常神。在现阶段我们能够通过好的制造工艺，通过好的技术，通过E4方能够实现这个车在水里面具有机动性，能够安全的回来，我觉得就已经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成果了。好了，这就是今天这个仰望 U8 浮水功能体验下来的我的实际的感受，既兴奋又非常认同厂家的这种研发技术的决心、态度和能力。
大家觉得呢？如果你觉得这是牛掰的，是遥遥领先的，可以给他一个1键3连，也给我们节目一个1键3连，谢谢大家。我的仰望 U8，应该11月底就能提到车了。是不是我提到车之后，也去一个更真实的环境里头？比如说，真的城市内绕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大胆一点出去试一试呢？大家觉得呢？看看点赞数，点赞数多的话，我们安排一下。拜拜。